我和诗意青梅竹马，我们俩是幼儿园同学。3岁的时候，我妈妈给我穿了一条红色小裙子，参加幼儿园舞蹈表演，一下子迷住了好多同学，其中诗意最主动。她拿个小板凳坐在我旁边，对我说：“欢欢，你可真好看，你当我女朋友好不好？”第一次被一个男同学这样夸，又这样求，我有点受不住，小脸红透了。虽然我不知道女朋友是干什么的，但是我喜欢诗一和我近距离说话的样子。我羞赧地说：“好。”第2天，诗一就报给了管生活的周老师。他说：“周老师，欢欢是我女朋友了。”他认真的样子把周老师逗笑了。周老师问他：“诗一，那你和欢欢什么时候结婚啊？”诗一说：“长大了就结。”这件事被我妈听到了，她整整乐了半晚。吃饭时，她放下筷子说：“可乐死我了。”刷个碗停下来说：“太好玩了。”睡觉前还叫着姥姥聊天说：“妈，欢欢有男朋友了，把我笑死了。”这个事其实很像玩笑，可我上了心，我妈上了心，我姥也上了心。我妈一直问我：“你男朋友怎么不约你玩啊？”我愣愣地看着她，不知道她在说什么。我妈就叹了口气。她主动约了诗一的父母，她父母得知后又惊奇又惊喜，完全支持我和诗一来往。尤其是诗一的妈妈，得知有我这么个小女生后，就把我当自己家孩子带。我妈不在家的时候，就把我送到她那，每天晚上她都帮我洗澡，给我洗内裤。嘴上我管她叫阿姨，心里觉得更像妈妈。我姥姥最逗，一边说诗一不够帅，一边管诗一妈妈叫欢欢婆婆。诗一在幼儿园时特别淘气，颠颠的到处跑。教学的王老师说他将来上学肯定是最差的学生，从小垫底，连高中都考不上。诗一经常被罚站，我看了很生气。但诗一的妈妈不知道诗一在幼儿园的情况。诗一不绝，也不会学舌。我如实学给了我妈，我妈赶紧告诉了诗一妈妈。诗一妈妈是个护犊子的，她找到了幼儿园，与王老师聊，一遍又一遍的聊。最后，王老师不说诗一，也不罚站了，但他脾气不好，总要罚个同学缓解脾气。不罚诗一，就罚我们班另一个喜欢研究虫子的女同学，叫周佳。她说周佳一个女生，没脸没皮，一天就知道玩虫子，就是个怪物。周佳被说得愣愣的。我也告诉了我妈，我妈和诗一妈妈学了。诗一妈妈第一时间是告诉了周家妈妈。周家妈妈是个特别和善的人，也被气得发疯。她带着周家找到诗一家，想联合起来去控告王老师。诗一的妈妈没马上回应，她问我诗一是不是总犯错才总惹老师罚。我和她说，诗一就是爱玩，她没做任何坏事。诗一妈妈若有所思。后来她对周家妈妈说，不告了。她说这个环境不好，否则不会纵容出这样的老师来。她打算诗一上小学时带他去其他区。确实，那时候离幼儿园毕业只有1个月。我们上的是原城最好的幼儿园，原城人均收入不到5000，这个幼儿园每个月的费用就4000多。我是乖宝宝，听话，在这里很受老师喜欢。毕业的时候，我已能认1500个字，大家都夸我聪明，我妈一脸骄傲。诗一勉强认识了15个字，对此，诗一却半点不自卑，还很开心地说：“欢欢认识的字好多啊。”诗一的妈妈就是笑，她说诗一也很厉害的，他才6岁，可以修好很多玩具。可把他爸愁得不行，他爸哀叹说：“看人家欢欢，学霸。”诗一这孩子完蛋货。诗一妈妈却对我妈说，诗一有姥爷带大，老头不怎么爱说话，喜欢修理东西，诗一有样学样。我妈附和，诗一大了差不了。诗一的妈妈是个有主见的。上了小学，她就把家搬到了一个近郊区，选择了家门口的一个小学。那个小学新成立，主张自然的学习，快乐的学习。周家的妈妈也把家搬了，
他说孟母三迁，此处不适合我们，我们走。而他们放弃的区是原城教育资源最好的区。我妈和我老目瞪口呆，这就走了？真的就走了？别人想进来打破头，他们说放弃就放弃了。我听了很舍不得。本来我和诗一可以上同一个小学，我们是对门，划在一个学区，但他搬到离我们很远的地方了。我爸见我们一家从老到小的女人都如此伤感，就说这算什么远，开车40分钟挤脚油的事情。我妈一想也是，于是我们开启了假期相约模式。小学第1个学期假期，我们2家约在一起玩。我嫌作业多，写得直哭。我妈说，你看诗一的作业比你的难多了。他们老师让他们数1万个大米粒，8000个绿豆，5000个黄豆，还要做出造型，拍照片给老师，让老师一目了然。我计算7加8等于多少的时候，诗一在那摆弄米粒，一颗一颗数得很认真，可很久他也没数完。我看着着急，就主动去帮了他。他特别高兴，拉着我的手激动地说，欢欢，你太厉害了。我很高兴，但我说，诗一你才厉害呢。不过几个月，他认识的字已经和我差不多了。不仅如此，我们约的地方在海边，诗一用一把小铲子搭出了庄园、城堡，而我能做的就是团几个沙球，当做包子给大家吃。每次我咕哝着对我妈说，我为什么不能像诗一搭城堡，我妈就嘎嘎乐。她说，诗一是男孩，长大了要建设家庭，咱们包包子就行了呀。诗一带着我去抓石头下的小螃蟹、小虾，一开始我不敢，他就领着我抓一个给我一个，他没有任何的害怕情绪，也不说让我勇敢，只是非常专注的去抓。我不自觉的就被影响了，也去抓。2只后，我从中体会到了巨大的乐趣，比他抓还痴迷。当我们拿着小桶回到沙滩，身上沾了不少泥水。我妈见我们这样，乐得不行，她笑，猕猴，2个猕猴。诗一拿着小桶给他妈，说想带回原城。我妈说，哎呀，多沉呀，玩完放了就行啊。我也想带回去，我就看着诗一妈妈祈求，阿姨，可以吗？他妈想了想说，行，就是太少了，路上可能死光了，你们再抓点，起码能带回去1、2只活的。耶！我和诗一高兴地跳了起来。开车回原城的时候，我和诗一人抱着1只小桶，时刻观察着，就怕死光了。还好，到了诗一家，我的桶里死了3条小鱼，诗一桶里死了4条小虾、螃蟹都活着，可把我们高兴坏了。养了3天后，诗一说放生吧，我说什么是放生？他说就是放到海里、河里。我说好。诗一老爷带着我们去了诗一家附近的一条小河，我们把他们都放了。看着他们游走的样子，我们特别开心。抓住他们的时候，我感觉开心；放走他们，我依然感觉开心。童年的快乐就是这样吧。转眼我们上小学2年级了，每次见面，我老都要比我们的个头水高。我不怎么长，诗一也不怎么长。我妈和我爸都是高个子，我不长。我妈说我小时候给喂多了，吃淤了。诗一不怎么长，他妈说诗一爸爸和他都矮，诗一长得比他们预期的好了。这就是我们的母亲，无论我们怎样，都会给我们找理由。我和诗一都没问题。诗一每次见到我都特别快乐，他带我玩他喜欢的东西。可他毕竟是男孩子，他攀爬很厉害，跑跳也很强，他玩的项目，我穿着小裙子不敢试，就站在一边羡慕。诗一觉得很遗憾，他对我说，欢欢，这个特别好玩的，真的，女生也可以玩，我们班女生玩的比我都好。我不应，我那时候喜欢玩电子游戏，我就邀请他玩，他很感兴趣，就跟着我玩。我喜欢做蛋糕、饼干之类的活动，他也参与，玩着玩的比我还投入。我就对我妈说，我也想玩诗一玩的东西。
我妈说，咱不玩，那都是男生玩的，咱们是公主，咱不玩那些危险的。几乎不怎么掺和我们的诗意妈妈却说，欢欢妈，这个社会当公主会很辛苦的，反倒是女汉子更能如鱼得水。我妈听进去了，给我买了2条裤子。我也试着去玩攀爬，玩了几个小时，我对我妈说，特别有成就感。我妈激动，她说，好，以后咱们就做女汉子。之前她说我是她的小公主，我按照角色入戏，经常娇娇滴滴的，动不动就哭，就说害怕。但往女汉子方向发展以后，我感觉到了释放的快乐。若见到我妈拎着东西，我超过来就走。我妈说，妈呀，真是汉子啊。我爸有点惋惜，他喜欢娇娇软软的女孩。我妈说，自从当了女汉子，去医院次数都少了。我爸不说话了。5年级的时候，我和诗一块游泳，诗一只会自由泳，我蛙泳、自由泳、蝶泳变着花样来，把诗一眼睛都看直了。他说，欢欢，你不是连水都不敢下的吗？什么时候变成人鱼了？我爸在一旁乐得像鸭子。他说，他憋着劲偷学的，就想看你吃惊。诗一说，叔服了。泡温泉的时候，诗一和我坐在一块，他说，啥时候得把你会的那几样都学会，看起来特别优美。我用脚拍着水，心里甜滋滋的。6年级的时候，我和诗一第一次产生了冲突，我单方面冲他发火。在家里的时候，我若发火，我爸和我妈都会被我转走。我爸暴怒，我妈狂躁，他们越跟着我疯，我就越狂。但诗一没有，他就是静静地坐着，听着我的控诉，等我说完了，他耐心地引导我继续一起玩，我就跟着玩了。我发现不知不觉我的火没了，我们之间的缝隙也没了。我被惊到了，还可以这样。回家的时候，我对我妈说，为什么诗一什么都不做，我们就和好了呢？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我们之间的某某无形中就被他给消除了。我妈惊叹，情商啊，情商高啊。她和我爸说，一直以为欢欢是厉害的那个，智商高，现在才发现诗意才是高手，他能将欢欢的脾气化为无形。我爸也吃惊不已，他说他当了我11年爸爸，比不过一个小男生1年几次的接触。他说好期待我和诗意结婚那天。诗意整个小学成绩中上，我是小学霸，从小学1年级到6年级，常年霸榜年级第1。我妈经常为我骄傲自豪。诗一的妈妈特别佛系，她说以后孙子的颜值和智商都靠欢欢了，他们负责努力赚钱。诗一的爸爸和妈妈都是高学历知识分子，工作稳定，收入高。他爸对诗一要求比较高，但他妈觉得他健康快乐就行。他妈不是说说，而是真的觉得就行。诗一不是很用功，老师经常找他妈妈，他妈妈非常认真的检讨，但回过头来就对诗一说，老师说你上课特别认真，作业也都能全部完成。老师没这么说，老师说诗一上课喜欢玩手指，作业丢3落4，他妈反着学给诗一。我妈听了以后说，这样会不会害了诗一呀？我也有点担心。我想起来幼儿园王老师的话，诗一将来是不是真考不上高中啊？我进了我们区最好的初中，诗一直升本校初中。到了初中，我学习成绩依然排在前面。我以为诗一人和小学一样，但是令人意外的是，诗一上了初中，忽然对地理感了兴趣，一发不可收拾，又喜欢上历史，到后来哪个学科都喜欢，成绩蹭蹭的往上赶。虽然他们初中是普通校，但他保持在了年级前20。他爸懵了，他同事的孩子和诗一一个学校，那孩子母亲特别重视学习成绩，给孩子报了很多班，小学和我一样一直年级第1，初1的时候也是年级第1，但到了初2就慢慢下滑，
虽然在年级前10，但是比大家的预期差远了。他爸对我们说，他曾问师一，你怎么想要学习的？也没看你妈管你呀，她也不让我管，怎么到了初中就想学习了？师一说，幼儿园小学都玩够了，上了初中，发现学习更有挑战，就转战到学习上。小时候，师一姥姥担心师一学习倒数，到了初中，他姥爷说，师一妈妈到底是个厉害的，也没看怎么教孩子，孩子怎么就自己上道呢？师一和他妈妈的关系一直超好。师一给我说，我妈妈满足了我所有愿望，包括不想写作业的愿望。他妈妈曾帮过他写作业，只为了他能在10点半之前睡觉。他说，欢欢，你观察观察我妈，将来咱们做家长就像我妈妈那样做。他说的认真，但我感觉特别羞。他在赞叹他妈的养娃方式，我听的是他在告诉我怎么教我们的孩子。他还是个孩子，而我已进入青春期。初3的时候，我被保送到本校高中，原城最好的高中，但我依然需要参加中考。心里有底后，我有点飘。在最后的阶段，我组织同学向校长表达学校不合理的制度，例如不让女生穿短裤或者裤裙，必须穿裙子。我给师一说了我的想法，师一完全支持我。他还帮我提供了他们学校的证据，女生就是穿裤裙。我妈让我收着点，别因此被取消了保送资格。我怒火冲天，势必要一鼓作气改变女生的福利待遇。我妈和师一妈妈说了这件事。师一妈妈说，这是青春热血的表现，青春时若不敢表达，一辈子估计都得憋着了。但她也像我妈妈一样提醒我，别误了学习。全员试模拟后，师一的成绩稳定在了全校前10，他妈说能进他们区的好高中了。但我其实特别希望师一能考进我们高中，我们在做同窗。师一说他努力。中考成绩一出，我哭得像刺猬，如果不是保送，我上不了我们学校高中。师一出乎所有人意料，考到他们学校第3名，他们区排100多点。除了个别几所特别好的学校，他几乎可以进所有原市好高中。他的中考成绩比我还高了几分。我妈惊得不行，她说原来师一成绩也是好的，但他放弃了进城的机会，选择了他们区里的最好高中。他妈说进城里高中只能进普通班，选区里的好高中可以进一类实验班，是师一自己做的选择。他对我说，欢欢，我使劲努力也考不上清北，但你可以，你加油，我在我们区努力上个985。我的智商很高，只要不松劲，上清北问题不大。师一的妈妈对我妈妈说，师一上个原城重点大学就好。我妈则说，师一这小子错不了。我以为他妈就是说到了高中，家长都在暗中使劲，即使是瞎使劲也使劲。但他妈妈又是真的这样想。他对师一说，11点前一定睡，最迟在12点前。他说人生很长，健康最重要，大学上个就行，最多拼211，妈妈就很满意。师一第一次不同意他妈的说法，他说那我不满意。他妈问为什么，他说和欢欢之间的距离就太大了。他妈接不住话了，这是师一的未来，他15了，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和拼搏目标。我妈学给我的时候，我心狂跳。师一的未来里计划着与我并肩。高中运动会，我没有参加项目，来月事了。我坐在看台上，情绪艳艳。师一他们学校也是这天举办运动会，他报了项目。其实他体育并不突出，但他把体育完成了快乐参与。他喜欢足球，技术欠佳，当替补就当了2年。他从不放弃，积极练习，主动参与，现在是主力了。师一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，他可以因为喜欢，常年如一日的坚持。比如足球，他坚持10多年了。
对待感情也是如此。他喜欢我，也在坚持，用他的方式，虽然不显，没有甜言蜜语，没有誓言，但我就是能体会到。比如这次运动会，他们班级搞了个交际舞，男女生搭配牵手跳舞，他主动放弃了做主角。他给我发了一个视频，让我猜猜他在哪。我仔细看了，两两相对牵手跳舞的同学里没他，他在后面欢乐地扯旗。他们老师说这是青春该有的样子。青春该什么样呢？我每天写作业写到后半夜，我的青春好累。我在最好的高中常常被人羡慕，可我心里却实实在在的羡慕诗一。将来我们在一起，我们的孩子还是走诗一的路吧。他妈说的对，身体最重要。我好困。终于到了高考，诗一的发挥一如中考之前稳步上升。我也像中考一样，通过竞赛提前保送，但我还是认真的准备高考。如果发挥得好，我想拿个8年制本硕博连读。高3以来，我和诗一之间联系的不多，见面次数也有限，我们的时间都被学校安排得明明白白，卷子、考试，卷子、考试。我妈说咱们都保送了，可以放松点。我心里不是很想要保送的，保送的学校顶尖，专业很好，但是本科我想要更省事，一步到位，拿下博士。我不想再经历考研考博了。如果高考累一次能让我省下后面的2次，我宁可一次累到位。诗一对我的想法觉得很不错，但也提醒我8年也不好坚持的，做好准备。我明白，但我宁可平时累，也不要吃选拔竞争的苦了。高考后，我和诗一都实现了理想，我考上了北医的本硕博8年，地点在北京。诗一去了南方，进了浙大，学理论物理。诗一高考分数和我差不多，足够和我一块选北医，但他选择了浙大物理。我妈说什么意思？他到底心里有你没？小学离开，高中放弃进城，大学还不与你一个城市。我也有点郁闷。我到了可以谈恋爱的年龄了，我好想谈一场甜甜的恋爱。可高考都结束了，他还没有给我表白过。我已为了他聚了不少的情书，我心里有他，想和他在一起。可他呢，就这么温温吞吞的，咋整？阿姨来看我了。诗一的妈妈依然很佛，她看我的眼神让我觉得像看女儿，又像看儿媳妇。总之就是无限欢喜，无限慈悲。可怜我活了18年，没法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，猜不到啊。阿姨递给了我一张卡，她说是诗一让给的，里面存了不少钱，支持我去杭州旅游的往返花费，她自己赚的钱。我有点懵，高兴又疑惑，她喜欢我吗？为何不来北京？阿姨说，诗一说了，她将来大概率会来北京就业。杭州很美，他要你趁他在那里玩个够。这样啊，也行。可是为何他自己不说？阿姨笑了，她说他小时候就表白过了，你们之间早就定了。这次他想让家长见证。我忽的脸红，我妈翻了翻白眼。好吧，我去就我去。跑着跑着，我的心就回不来了。阿姨给诗一在杭州买了个酒店公寓，30多平，一室一厨一卫。我22岁之前去杭州，我就住这个公寓，诗一住学校，天天来找我，天天晚上又把我送回来。我们玩遍杭州，吃遍杭州，角角落落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。我22岁的时候和诗一领了证，我们的婚房就是这个小公寓。本来名字在他名下，领证前他转给了我。他说这是我的婚前财产，万一哪天我闹情绪了，可以有个自己的地方静一静。房本拿到手那天，我想当场给诗一生一个足球队。婚后
我继续读书。诗意已经毕业，我还有4年。诗意与人合伙搞了个小公司，雇了15个员工，不算大事业，但很自在。他说家里有个博士就够了，他去做商人，挣点钱，才能让博士安心读书，将来安心选择工作以及生养孩子。但他没有很大的事业心。公司的盈利很稳定，他大2就开始搞，毕业的时候基本上固定了一批客户。到了年底，每个员工能拿到10至20万的奖金，很高。他的财务说，哥，你开公司是给自己开的，还是给大家开的？他说，要让每个人都觉得幸福。合伙人不反对他发高额奖金，但想减原调技术不算很突出的。他不同意，他说都是一开始跟着干的，只要对方不走，只要对方诚心在干活，就一直留着。合伙人对他有了意见，诗意把人家拉到了灵隐寺，找了一个师傅。一番开示后，合伙人不闹了。合伙人悟了，他说，你对他们都不计较，对我又怎会计较？只要你不二心，这辈子就跟着你了。诗意乐得嘎嘎的。他妈学佛，对人生看得很开。诗意受他妈影响很深，而我喜欢这种影响。结婚后，寒暑假我往杭州跑，其他日子他往北京跑。8年，我跑了4年，他跑了4年，最后他把我拐到了杭州，我心甘情愿。我妈也经常跑杭州，她住那个公寓比我住的时间都长。对北方人来说，南方的魅力无法阻挡。她经常说，没想到借了女婿的光。姥姥已经不在了，她是在我婚后第2年走的，很开心的走的。她这一生婚姻美满，女儿婚姻美满，外孙女也婚姻美满。她说阿弥陀佛，佛祖保佑。自从我带她去过灵隐寺，她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离口了。我爸有点不甘心，他说我长相出众，性格疏良，还是博士，怎么就便宜一个小商人了？我说那我不嫁诗一了。他马上严肃起来，那不行，诗一从小看到大的，谁都不如他，这就是老父亲的矛盾吧。我婆婆没得说，婆媳矛盾不存在的，除了夸我们就是转钱。公公也还行，就是胜负心有点强。他一出现，我和诗意都会有点紧张。用他的话说，我们明明可以出人头地，结果都甘于平凡，太可惜了。可惜吗？我和诗意都喜欢这样的人生状态。好在他出场时间不会太长，每每刚演讲完，婆婆就把他揪走，我和诗意就笑。毕业后我没进医院，我嫌累。诗一说我从初中开始就无比辛苦，谢谢吧，说得我眼泪吧嗒吧嗒的掉。我找了份事业单位的工作，不用夜班，不用值班，收入虽然不算太高，但胜在稳定，成就感也很强。诗意以我为荣，我只能爱他，更爱他了。在我们小孩上幼儿园的时候，我忽然想起来我们儿时的事，我特意花钱找人去寻了那个王老师的电话，我打给他，告诉他诗一有多优秀，是他差劲，不配做人师，尤其是孩子生命最初阶段的老师。没等他反驳，我把电话挂了。估计他早就忘了当初他随心所欲的胡说八道，但我不会忘。诗怡就笑，他说那个幼儿园虽然对他很不友好，让他童年很受伤，但他感谢那个幼儿园，没有那个幼儿园，他遇不到我了。好吧，我原谅那个姓王的了。